母1两银子就把我卖了，卖给一个恶霸当媳妇。本以为会3天饿9顿，再也见不到父母了，可没想到恶霸相公竟不碰我，反而咬了我一身牙印。别转移话题，我身上的牙印是不是你啃的？你不要冤枉我，我只是在梦中吃了几口馒头而已。哈哈，你的意思，我胸口的牙印是狗啃的呗？我不跟你说了，必须得问清楚，这几个小崽子到底在搞什么？从哪里给我找来这么好看的女人当媳妇的？傅金墨说着，脸红了又红，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面走。凌霜看着男人出去，也没有在意，他昨天太虚弱了，没心思看自己有没有系统。今儿要好好探探自己的金手指还在不在。当初我可是连细胞生长液都能研究出来呢。系统，你在吗？果然，话音刚落，凌霜就被吸进了空间里面。看到面前的实验室，他心里狂喜，里面跟他生前一模一样。西西，太棒了！有了这些外物的加持，我在这陌生的时空里，怎么也都能躺平几辈子了。傅家大门口，孙大强看着小南，压低了声音，正跟他赔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昨天给你的2包全部是迷药，不是配种的药，是我奶奶她给错药了。大强哥，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昨天那药，我大哥可是一滴不剩的全喝了呢。这要是我大哥醒来以后，我们兄妹还有好果子吃吗？对不起啊，小南，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跟我奶奶说是要给畜生喝的那种配种的药，哪里知道我奶奶耳朵背给听岔了呢？那你说我哥喝了你给的药，跟我大嫂躺在一起，会生娃娃吗？向南的话让孙大强忍不住一个机灵，可能不会吧，毕竟男人晕了的话。傅向南听到他的话，忍不住后背发凉。傅向南，你个臭小子，给我灌畜生下种的药，你是不是皮痒痒啊你？小南，我撤了，我怕你大哥揍我。孙大强听到傅金墨咆哮的声音，连爬带滚的往家的方向逃跑了。说你咋想的啊？给你亲大哥灌这种药，你脑子秀逗了吧你？大哥，你醒了啊？说谁出的主意啊？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咋寻思的呀？拿给畜生配种的药，祸害我！傅金墨黑着脸看着毛都没长全的傅向南，大哥，不是的，大强哥给错了，给你喝的是3不倒，不是配种的药。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你都20了，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我们怕你孤独终老。大哥，你别生气，这主意是我出的，你别怪小哥，也别怪我大嫂。什么大嫂？你给人家好好送回去，可别祸害了好人家的姑娘。傅金墨从来没有想过在弟弟妹妹长大之前成家，他这个样子，别说养媳妇儿了，就是养大弟弟妹妹都费劲得很。大哥，你要送走大嫂吗？大嫂那么好看，你为什么不喜欢她？你们昨晚都洞房了，你不能不要大嫂，你这样做，大嫂往后可怎么办？傅林看着大哥，他可不想那么好看的大嫂没了，更何况他连鸡汤都炖好了，那可是他们家唯一的一只母鸡，每天都能下一个蛋呢，母鸡都杀了，大嫂却没了。这样一想，傅林的眼泪都下来了。你别哭了，祖宗，你也说了，人家长那么好看，人家能嫁给我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哥的名声有多坏。大哥，你又没问，怎么知道大嫂不愿意呢？更何况大嫂都退了3次亲了，你这下领进门再退回去，大嫂肯定没办法活下去的。退3次亲。大哥，她可是白云村花家的姑娘花凌霜。花凌霜真的是她？傅金墨只听说过白云村花家有个女儿美得跟妖精一样，可为什么这么好的事儿能砸她头上呢？不应该啊。大哥，等下你把这鸡汤端给大嫂，好好哄一哄她，就说我们往后多挣钱，给大嫂吃细粮，兴许她就愿意留下了呢。你竟然把鸡杀了！傅金墨简直不敢相信，这母鸡可是小玲的宝贝，他自己不吃饭都要喂饱母鸡，没想到他竟然舍得杀了他。大哥，你快去吧，大嫂昨晚累着了，应该好好补补。傅林始终认为自己早上看到的就是他们洞房的样子，一心认为大嫂累着了。傅金墨于是就端着鸡汤就往屋里走去，而屋子里面的凌霜在空间里已经吃饱喝足，看到男人毛手毛脚的进来时，他还是被惊艳到了。哇塞，早上生气的没注意看，原来这矮男人这么帅气，眼睛黑亮有神，挺翘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唇，真是他心尖尖上的长相，这样的身高比例，他应该很有料。谢谢。这鸡汤给你喝，你愿意留下来，我就好好干活养活你，给你吃细粮白面。你要是不愿意留下来，我就说自己不行，好好的送你回去，不会影响你往后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哈哈，你可真豁得出去。凌霜被他这直白的话给逗笑了。你笑什么？笑你挺傻的。凌霜突然凑到男人跟前，看着他的眼睛问：你觉得我长得美吗？是挺美的。那你喜欢我吗？你这么好看，哪个男人不喜欢？你跟着我，我一定不会让人欺负你。
话一出口，他的黑脸再度染上了红色，紧张的喉咙上下滚动，低下了头，眼睛愣是不敢往凌霜身上看。我叫傅金墨，有4个弟妹，傅向东、傅向西、傅向南，还有小妹傅林。家里人口简单，你进门以后，这个家你来当，我都听你的。几个小的不听话了，你尽管揍，一切都有我呢。傅金墨知道自己的名声很不好，他看着眼前浇花一样的新婚妻子，生怕她被吓跑了。哈哈，你这是不是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弟弟妹妹，还让我该揍就揍？鸡汤你喝吧，一会儿凉了，我手头还有点钱，我给你买西凉吃。傅金墨话一说完，直接不给凌霜开口的机会，一个转身就往外走了。西西，这便宜夫君还不错嘛，刚成亲就有养媳妇儿的自觉了，这哪里是野蛮男人啊，这明明是牛郎啊！而此时白云村花家，花凌霜的父母被韩夫人带着一大家子人堵在花家院子里。你家女儿克死了我儿子，说好了让他来韩家守寡，你居然敢让她嫁人，赶紧赔钱！6斤半的大闸蟹只卖1文钱一只，拳头大的肉包子却要卖5两银子。老板，来5个肉包子，媳妇3个，弟弟妹妹2人吃1个，5个正好。哎呦喂，是傅老大，今儿怎么舍得买包子了？傅金墨看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眼前又不自觉地浮现了他昨晚咬人家馒头的事情，一层红云染上了脸庞。嘿嘿，我家里多了个婆娘，费劲得很，偏要吃包子。嘴上随着说着很欠揍的话，但是那咧开的嘴角、大牙花子、红透了的耳朵，都暴露着他此时的好心情。哟，这是成家了，你小子成家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哈哈，闷声娶媳妇嘛。包子好了，多的几个就当是给你行贿的贺礼了。那就谢谢老板喽。傅家院子凌霜悠闲地靠在椅子上，跟着几兄妹聊天，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大嫂，我帮你厨房去提水吧，一会儿水该凉了。小玲，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说完，凌霜就起身往厨房走去，而傅向东看大哥还没回来，转身准备接过小玲的活，替大嫂提水去，却被眼疾手快的小南一把拉住。二哥，你干嘛去？我去给大嫂提洗澡水啊。二哥，大嫂可不是小玲，她的洗澡水只能大哥提，你以后可别坏了大哥的好事儿。傅向东听着弟弟的话，眼里闪过不解。不是说好了，大嫂来了，大家一起对她好，让她舍不得离开大哥吗？为什么提个洗澡水也不行？对啊，为什么呢？哎呀，总之你记住，这事儿只能大哥干，你不能给他提。还有啊，大嫂的衣裳我们也不能洗，只能大哥洗。向南的话让其他几人瞬间愣住。为什么呀？洗衣服我是能洗干净的，虽然干活力气比不上大哥，但是洗衣裳这活我还是能做好的。向南他看着2个不开窍的哥哥，心里一阵的惆怅。你们就说信不信我的话吧。傅向东想到小弟打小就比他们聪明，便点了点头。当然信你的话。你们呢？我们也信。那就好，你们就记住，以后大哥大嫂的房间不能随便进，晚上睡觉的时候起夜声要轻，不能吓着大哥大嫂他们，不然就会影响大嫂生娃娃的。傅向南小嘴巴拉巴拉说了一堆，而正在此时，傅金墨就买完包子回来了。是大哥回来了，来，这是肉馅的包子，你们2人吃1个，剩下的快去拿给嫂子吃。太棒了，有肉包子吃了。我们4个人吃1个吧，剩下的都给嫂子吃。我同意二哥的想法。我也同意。说完，向东就拿着包子快速地往厨房走去。次日，凌霜一觉醒来的时候，身边早就没人了。哼，好你个傅金墨，你可真是好样的，等以后尝到肉味上瘾了，看我不憋死他。大嫂，你起来了，昨晚睡得还好吗？我给你烧了荷包蛋给你当早餐。我们小玲这么能干呀，还起来的这么早，你们吃了吗？我们早就吃过了，大哥去码头上扛货了，二哥他们3个去山上捡柴火去了。对了，大嫂，今天没事，我们一起去镇上转转吧。好呀，我正好也想出去看看呢。太棒了！于是小林开开心心的跟着大嫂出了门，她太想这么做了。有些人笑话她大哥20岁了还没成家，她总是憋着气。现在好了，她大嫂这么好看，镇上的女人谁也比不过她。你是傅大哥的媳妇吗？就在凌霜开心的看着街景时，一个突兀的声音打断了她。我是傅金墨的妻子，你是？啊，我是傅大哥家的邻居，我叫何甜甜，我们2家关系还挺好的。凌霜听着她这白莲花似的发言，丝毫没将她放在眼里。是吗？我家男人从没说起过你呢。哼，近水楼台都没有先得月，现在跑到我面前来找存在感，这不是闹闹吗？何甜甜看着凌霜这么漂亮的脸，眼里闪过嫉妒。我喜欢了傅大哥这么久，没想到被这个女人捷足先登了，真憋屈。你们刚成亲，傅大哥肯定怕你生气，所以没提起我。不过你放心，我们没什么的。确实有点本事哈，上来就这么莽。不过找上我，这个小白颜明显是打脱算盘了，他怕我生气。为什么啊？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凌霜睁大了眼睛，一脸无辜地看着他问。什么？你说什么？何甜甜没有料到凌霜竟然不按常理出牌，而凌霜笑眯眯地看着他反问。
你不是说我男人不跟我说你，是怕我生气吗？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又为什么会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跟你说说话，你干嘛这样啊？何甜甜眼泪挂在眼眶里，低着头站在凌霜面前，似乎被他欺负了一样。而此时正好路过的田大鹏看到心上人低着头，立马认定是站在他面前的凌霜欺负了他。你是谁？为什么要欺负甜甜？凌霜被他一身汗味冲得往后退了退。这是哪里的傻子，竟然来我面前找存在感？大鹏哥，没谁欺负我。何甜甜抬头看了少年一眼，目光落到凌霜身上，又快速的低头流眼泪。哼，嘴上说着没人欺负他，但是小动作倒是不少。凌霜看着眼前黑壮的男人，轻飘飘的问道：“你是他男人吗？”话落，他不顾二人震惊的神色，继续炮轰道：“是他男人就管好自己媳妇儿，别一天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一个小媳妇儿怎么比村里的婆子还嘴碎呢？”凌霜一张嘴，压根就不给对面二人反驳的机会。我眼睛比你大，脸比你好看吧？我还是黄花大姑娘嘞，他凭什么为了你一个已婚少妇生气啊？你都成亲了就该守妇的。你男人虽然丑了点，可对你不错啊。你看他这么紧张你干嘛惦记我家傅金木呢？凌霜不只将他说成了田大鹏的妻子，还将他的白莲花行为给学了10成10，对着他就是一顿反问。小瘪犊子，跟你姑奶奶玩这一套，你还嫩着？我没有，我不是他媳妇儿，你别胡说。何甜甜吃惊地看着凌霜，原本利索的嘴皮子这会像上锁一样，磕磕巴巴挤不出几个。而旁边的田大鹏还沉浸在凌霜口中的“你男人对你这么好”，这话笑得一脸荡漾。经常结婚的姑娘都知道，女人只要洞房了，就不是完璧之身了。而这个女人结过3次婚，却还是黄花大闺女，只因她嫁一个男人就克嘎一个男人。这下好不容易嫁了一个命硬的恶霸，没想到竟遇到一个绿茶出来跟她抢相公。你没成亲，所以你是要让我相公赶走我是吗？为什么啊？你们既然两情相悦，你为什么不早点进了傅家的门？你们为什么要合伙害我啊？我还是不要活了算了，我的命好苦啊！凌霜声音很大，成功引来一位老太太过来主持公道。丫头，你是傅家的新媳妇儿吧？是啊，但是很快就不是了。你是哪位啊？凌霜看了眼面前的老婆婆，装出一副被伤透了心的模样。傻孩子，可不要做傻事。我是傅家的邻居，大家都喊我孙婆婆。孙婆婆，我听过您，我相公说您是个天大的好人。哎，没有。孙婆婆被凌霜这一句夸得心花怒放，直接对着何甜甜开始指责。我说何家丫头，你要没事儿就回去帮着你娘多洗几件衣裳，省得一大清早跑出来祸害人。转头又和颜悦色地对着凌霜说道：丫头，我跟你说，傅家那后生可是从来不待见这女人的。我老婆子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虽然她名声不好，可那也是生活所迫，不狠不行。真的吗？没错，但是作为老邻居，要说你相公跟哪个姑娘走得近，从来没有。进了傅家门的也就你一个，昨晚碰到他，还跟老婆子我说他很满意你这个小媳妇儿，你可不要误会了他的心意啊。凌霜听着孙婆婆口中傅金墨很满意她，是老人家她自己编的，以她对那男人的了解，不可能对着外人说喜欢他的。孙婆婆，您说的不错，可是这位姑娘她言之凿凿的说傅金墨会为了她把我赶走，还有这位大叔，他也刚刚骂我为什么要欺负这位姑娘。什么？我一个好好的小伙子被他说成大叔？可田大鹏除了会哄何甜甜，在其他人面前就切句嘴葫芦，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会儿被遗弃，更是瞪大了眼睛。紧接着，凌霜看了眼快要气成傻子的何甜甜，不紧不慢地说：我才成亲，我谁也不认识。要不是这位姑娘凑上来说我男人不要我了，我都不敢主动跟大家说话，我怎么会欺负他呢？听完此话，孙婆婆狠狠地瞪着何甜甜：何家丫头，傅金墨啥时候给过你好脸色？人家压根就不待见你们母女。我知道你想报复人家，可您差使做庙不毁一桩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我没有，我没说那话，是他编出来的，对，是他在冤枉我。何甜甜被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她自问在镇上从来没有对手，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他将了一军。这会儿的眼泪可不是装出来，而是真的被气哭了。是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冤枉你，对不起，何姑娘，都是我的错。好孩子，别怕，傅金墨跟他没啥关系，你可千万不要怕他。何家丫头，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干人事儿，毁了人家的姻缘，你能得了什么好？你们都欺负我。话音刚落，何甜甜哭着转身走了。甜甜妹子，你别哭呀！田大鹏看着他跑了，立马急了：哼，大鹏你也做个人吧，你好好的那个欺负人家新媳妇儿干什么？我得找你娘说道，趁早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可别一天到晚的追着人家屁股跑。田大鹏在孙婆婆等人的谴责下，追着何甜甜跑了。丫头，我也去买菜了，往后可不能再相信何家那丫头的话了。好，谢谢孙婆婆主持公道。
而旁边的小林看大嫂的脸色好转起来，这才放心不少，说道：我大哥看不上和甜甜的，大嫂你放心好了。小林，你为什么这么说？难不成和甜甜跟傅静默真的有点什么吗？是何家母女，他们居然上门来说让我大哥入赘，我大哥当场就拒绝了。啊，还有这事？就这还不止呢，他居然舔着脸让我大哥把我们几个卖了，说我们几个是大哥的拖累，等卖了我们，他的女儿可以嫁过来，但是大哥必须给何甜甜的娘养老。大嫂，你说他是不是不要脸？是啊，确实挺不要脸的。你大哥就没有喜欢过何甜甜吗？她长得还挺不错的，不算太惊艳，至少也算是小家碧玉吧。大嫂，你该不会被气糊涂了吧？就和甜甜那样的，还小家碧玉。我大哥当着他的面说他长着一张苦瓜脸，这种面相看着晦气，他才不会喜欢呢。他喜欢的是大嫂这样的明艳大美人。凌霜被小林的话给逗乐了。你大哥他真这样说啊？那当然，我大哥骂人还挺厉害的。小林说起自家大哥，那是满脸的自豪，而凌霜听着小林的话，心情也变得大好。哈哈，我们回家，大嫂给你做好吃的，然后送点给你大哥吃。呀，太棒了！凌霜端着面，在小林的带领下来到了码头外，别人都是扛着一个大包，而傅金墨背上扛着2个。他盯着男人半晌，心里五味杂陈的。昨天回来的时候，他买了肉包子，说是只给他吃，原来那肉包子全是他这么换来的。而傅金墨也看到了凌霜，眼神充满了溺爱。旁边的工友看到他盯着人家姑娘，忍不住笑话他。傅老大，怎么你也想媳妇儿了？不过像人家那么好看，你就别做梦了。她就是我媳妇儿。说完，傅金墨将背上的大包放好，往凌霜的方向走来。嗨，我说你小子魔障了吧？你怎么来了？太阳大，别把脸晒疼了。傅金墨看着凌霜白嫩嫩的脸蛋，眉头皱了皱。是吧？先把饭吃了再说。傅金墨从来不敢想，他有生之年在这个码头会有人为他送来一碗热汤面，不知不觉中眼角里竟然流出感动的泪水。怎么回事啊？傅老大这啥情况啊？怪不得看不上我妹妹呢，原来早就有心上人了。往后你别来码头了，省得把脸晒疼了。谢谢，我就喜欢给你送饭。我一定努力赚钱，让媳妇往后顿顿有肉吃。小伙竟为了自己媳妇能吃到肉，在码头扛2袋500斤的货物，而媳妇见到后心疼不已。没想到相公的一句话让他感动得飞起。回家的路上，凌霜眼前浮现着男人那傻样，耳边回荡着傅金墨的那句往后顿顿给你肉吃。而小林跟在大嫂身后，看着他时不时的发笑，就问道：大嫂，你很开心吗？是啊，开心，怎么会不开心呢？嘿嘿，大嫂，看到你开心，我也开心。码头上的傅金墨看到凌霜走后，还一脸沉浸在凌霜的温柔乡之中，而旁边的魏征看到，就一脸疑问地问道：老大，这是谁家姑娘呢？这是白云村花家的姑娘。什么？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老大，这就是连续嫁了3个男人，可嘎了3个男人的华凌霜啊！没错，你大哥我命硬，不怕。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我听说嫂子惹了很多麻烦没解决呢。就在前几日，韩家因为嫂子克嘎他儿子，一家人专门去你老丈人家闹呢。什么？还有这事？不仅如此，韩家还放出消息要抓走嫂子，给他们家守活馆呢。大哥，你竟然不知道？可恶！走，叫上周爷，我们去韩家。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连我傅金墨的媳妇也敢打歪脑筋。好嘞，大哥。韩家村韩兴武家里，傅金墨坐在椅子上，拿着咸鱼对着韩兴武说说吧，究竟是谁指使你去我媳妇娘家闹的？韩母看到自己大儿子被人打成猪头，硬着头皮威胁：你一大清早跑来我韩家欺负我们，你就不怕我们报官吗？呵呵，跟我们老大横，你挺有胆儿的啊！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说话的这位是魏征，旁边这位是周野，两人从12岁就开始跟着傅金墨在码头上一起经历风雨的兄弟。不，我不知道。那以后给我记住了，这是你傅爷。魏震的话一落，王氏与韩宝贵吓得睁大了眼睛。傅爷难道是傅金墨吗？没错。听到傅金墨的名字，韩家几人立马磕头求饶起来。傅爷，我们没有得罪过您吧？还望傅爷能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啊，傅爷。他们只听说过镇上有个恶霸叫傅金墨，是芙蓉镇的一霸，可他们哪里见过真人啊？你们差点抢我媳妇儿，还去我老丈人家闹，你还说你没得罪过我？傅爷呀，是花凌霜曾经嫁给我弟弟，克嘎了他，所以我才想抓他回来守活寡的。要是知道他是你媳妇儿，借我100个胆我都不敢。呵呵，守活寡，你在骗小孩呢？说到底什么意图？我说。于是韩兴武将他们原本要抓了凌霜送到京城贵人府上的事情说了一遍，而傅金墨的眼神越来越幽暗。在这个镇上，我确实可以护得住他，可是和京城的贵人对上，真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而旁边的魏震与周野听了韩星武的话，也是眉头紧锁。老大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女人暖床，没想到居然是被人看中的。而旁边的周野觉得老大娶了花家姑娘就是个错误，像他们这样的人哪里能娶得起那样天仙一般的人？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大哥，你想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对，老大，我们都听你的。傅京墨并没有理会他们二人的话，而是拿着咸鱼推进韩星武脸部。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贵人是谁？怎么找上他的？说实话，今儿你就活，敢说一句假话，你就成为李宏伟。看似轻飘飘的话，让韩星武吓得一个机灵。傅爷都是实话，都是实话，是钟家，是京城钟家。回家的路上，傅京墨眉头紧锁。大哥，你真要跟钟家对上啊？钟家可是太子妃的母家，跟钟家对上，不是跟花家与皇室对上了吗？我们这也太自不量力了点吧？周爷，你别说丧气话行不行？而魏震对傅京墨简直有一种迷一样的崇拜。我傅老大什么事情干不成？就是那皇位，只要我傅老大想，他也能上去坐一坐。我的祖宗，你不要命了吧你？这话也敢说？你可别口无遮拦给老大招呼。如今嫂子的事情已经够难缠了，你还火上浇油？不许胡说！那条船上的生意，往后我就不参与了。大哥，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不扛货了吗？是的，不去了，我要去南边。魏震看着傅京墨，心里也在犹豫，他要不要跟着老大一起去南边？如果他们能够在一起的话，也有个照应。老大，你是认真的吗？这个时候去南边不是送嘎吗？南边现在打战打得厉害。对，我得去战场上立功，这是我目前为了我媳妇跟京城钟家斗唯一的途径。这个先不急，我得和我媳妇一起先去一趟老丈人家，了解情况再说。白云村花家，傅京墨把在韩家所了解到的事情跟花家父母一五一十的说了，而花母听到钟家两个字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乱了。什么？京墨，你说的是真的？他们真的找来了？说话间，只见花氏夫妇立马跪到地上，对着凌霜说道：“奴才花大有，奴婢安艳萍给主子磕头了。”听到父母口中的称呼，凌霜愣了愣，连忙将二人拉了起来。爹娘，有话坐下说，到底怎么回事？无论你们接下来要说什么，你们总归养了我这么大，这样跪下，你们让我情何以堪？生恩不比养恩大，爹娘的恩情我铭记于心。儿，其实你不是我们俩的孩子，我们只是你母亲生前伺候她的下人。什么？娘，你一定是骗我的对吧？哎，我们没骗你，你的母亲是花家二房的四锦小姐，当时我们还在庄子上，小姐在花家刚生产后，突闻二老遇害的消息，伤心过度之下，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花父说到当时的情况，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小姐临终前将你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夫妻在草堆里睡了3天3夜，这才躲过了搜查的人，侥幸逃过一劫。花父的话让凌霜听得云里雾里的。为什么我娘生我的时候是在花家，而不是在婆家呢？我亲爹呢？他难道不管我娘吗？凌霜的话让花大有夫妻二人顿了顿，花母抿了抿嘴，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小姐当时是被人强迫的，当时恰逢几位皇子争斗的关键时刻，小姐救了当朝的3皇子，直到3个月后，小姐才发现她怀了身孕。那这3皇子后来就没找过我这个亲娘吗？哎，小姐等了好久，一天天过去，可等来等去，反而等来了皇上为3皇子与花家大房的嫡长女赐婚的消息。当时小姐看着即将临产的肚子，整日以泪洗面。我记得很清楚，小姐的肚子从半夜就开始疼，一直疼到了第2天下午，才勉强生下孩子。而那个时候，老爷夫人也在来庄子的路上葬身于土匪的手中。还有这么巧的事情？那我这个亲娘最后怎么样了？小姐得知这个消息后，最后抑郁而终了。可笑的是，当初前来剿匪的人正是大房的公子花清怀。双儿，老爷夫人肯定是被大房一家害死的，是他们提前知道了小姐的秘密，是他们勾结土匪，他们肯定是知道你的存在了。你快点逃吧！爹娘，你们放心好了，有我在，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碰凌霜一根毫毛。妈，我穿越到这，原来以为只是简单的农家生活，却不想背后竟然还有如此的狗血剧情。亲娘就是个炮灰女配，虽然救了男主，但是没给自己带来一丁点好处，反而是为大房的嫡女花如玉做了嫁衣。如今花如玉更是借着救命恩人的名头，一跃成为了后宫之首，身份尊贵无比。爹娘，你们养大了我，那我就是你们的女儿。至于别人不惹我便罢了，他们要是敢来招惹我，那我也不会任人欺辱的。凌霜说完话，眼里充满了寒意。回到家后，傅京墨一脸决心地对着凌霜，把他想要去南方战场的想法跟他说了。什么？相公，我们才刚在一起，感情正处于上升期，你怎么舍得离我而去啊？娘子，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民不与官斗，咱娘口中的花家不是我们能对抗的。我只有在战场上立功，受到当今圣上的重视，才能更好的保护你。为了你，我愿意赴汤蹈火。
而凌霜听到傅金墨的话后，感动的眼泪情不自禁的滑落。我不要你去战场，那里太危险了，一不留神性命就不保了。娘子乖，少则半年，多则1年我就回来了。我要跟你一起上战场，我不要跟你分开。小傻瓜，上战场是男人的事，哪有女人去战场的呀？再说我们都走了，我那几个弟弟就没人看管他们了。那相公，你什么时候出发呀？我和魏征约好了，明日就出发。我还交代了周野彪子他们，我不在家的日子里，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去找他们。不是吧，这么快就出发？你这是现在一天都拖不的。相公你真好，有你我真的好有安全感。第二天一大早，魏征早早的在傅家大门口等待了。老大，你倒是快点啊！虽然我知道你舍不得大嫂，可再不走真的就迟了。傅金墨看着凌霜，眼里闪过愧疚。他知道自己这样直接一走了之，留下4个小孩给他，确实不厚道。可他一直待在家里，根本给不了他好的生活，甚至还有可能会失去他。去吧，相公，我会一直在家里等你回来的。大哥一定要好好的回来，好吗？好，我答应你们，我的小祖宗。大哥保重，大哥一路平安，大哥一路顺风。傅金墨看着站成一排的亲人，眼里不自觉地流出泪水，连忙转身跟魏征一起出发了，不想自己脆弱的一面被家人看到。而凌霜却站在那里发呆，看着远去的傅金墨。我大哥真的走了呀？是啊，真走了。大嫂，你放心，家里的重活儿我会看着干的，我会约束好弟弟妹妹，不会让他们烦着大嫂你的。大嫂，我也会听话的，我会做饭、烧火，我都能干。大嫂，我也是，我也听话，不惹大嫂生气。好，你们真乖，但是你们不能一直做农活，你们要多学点知识，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明天我就帮你们选个书院去学知识去。好的，大哥不在，我们都听大嫂的。第二天一大早，凌霜就带着这几个兄妹出门了。正在思索要选哪个书院的时候，前面传来一道突兀的声音：“富家小媳妇儿，你这是干啥去啊？”凌霜她看着眼前的老妇人，是她不认识的人。想到这老妇人的年纪，她想了想，实话实说：“大娘，我去问问书院怎么招学生的，打算送弟弟们去读书。”啥？你要送他们去读书？老妇人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凌霜，似乎在怀疑她话里的真假。是啊，多读书总是好的。那你可别去文轩书院啊，青山书院倒是适合我们穷人家送娃娃去学习。我侄儿就是在文轩书院读了书，后来交不起学费就没再去了。他们同窗还跑去笑话我侄儿是个穷鬼。老妇人说起文轩书院的时候，明显眼里恨意十足，不像是编造故事的人。谢大娘告知，不然我恐怕要多跑一趟了。你喊我张婶子就好，不耽误你事了，我就先走了。张婶子说完，不等凌霜说什么，就红着眼眶转身走了。好奇怪的张婶子啊，难道青山书院有什么技巧？而凌霜看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想了想，直接往青山书院的方向走去。先生你好，我想带几个弟弟来这里求学，不知需要什么考核？男人看着女人身后的几个娃娃，眼里闪过一阵惊喜。这几个娃娃难道都想来求学吗？本人姓徐，你可以叫我徐先生。敢问姑娘怎么称呼？徐先生喊我凌霜便可。凌霜，好名字，跟姑娘身上的气质很衬。姑娘里面请。关于另地读书的问题，我们可以进去详谈。不知贵院可收女学生？收，怎么会不收呢？只要愿意过来读书就好了。接着他指了指旁边站着的这位男子，这位是钟先生，我姓徐，叫徐青洲，是青山书院最厉害的先生。你弟弟就放心交给我们吧，绝对可以让他们成才。凌霜姑娘，你别听他的，我才是青山书院最厉害的先生，另地就交给我吧，就算是条虫，到了我这儿，绝对让他变成龙。看来镇上传言没错，青山书院有2位先生都是疯子，谁也不服谁，为了压对方一头，想尽法子的从对方手里抢学生。果然传言是真的。2位先生不知道在贵院学习怎么收费呢？学费的话，1人6两银子，4个娃娃的话24两银子。听到中山长的话，凌霜点了点头。学费明天来了再给你，那我就先告辞了。虽然这2人感觉有点不靠谱，但是凌霜观察了一番，这2人都挺有本事的。凌霜姑娘慢走啊！凌霜姑娘，要不我送你吧？啧，真是没眼看，一个怎么像是石到金子里呀？说完，凌霜就带着几兄弟往外走去。老徐，你说傅金墨回来了，不会砍了我们吧？那小子明明给了我们钱，我们还问他媳妇收钱。哈哈，你多虑了，他也得有命回来才行。二哥，你说大嫂明天真的会送我们去读书吗？当然是真的了，大嫂啥时候骗过我们？她今天都把我们带到学院里了。谢谢，真好。你说大嫂该不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吧？呵呵，你别想得太美了，大嫂就算是拯救，也是来拯救大哥的，跟你可没有半个童子的关系，别生拉硬扯跟大哥抢人。二哥，你干嘛这么较真？我就是这么一说，我又没跟大哥抢人。哼，这么一说也不行，大嫂就是大嫂，必须是大哥的媳妇儿。好了，赶紧去睡觉吧，你们再吵下去，天都亮了，明天还去不去书院了？
小玲怕他们吵起来，威胁似的提醒：“好了，小妹，我们马上去睡觉。”夜静悄悄的，周围的灌木丛里偶尔有鸟速腾翅膀的声音。傅京墨闭着眼睛靠在树干上，他从出发到现在一直没有休息过。要不是考虑到魏震受不了，他是不想停下来的。老大，来喝点水吧。我不渴，你多喝点，一会儿我们继续赶路。不是吧，老大，3更半夜的，你不休息了？今晚不休息了，我们好好赶路。行，老大，我听你的，你说咋样就咋样。第二天一大早，凌霜准时的把兄妹4人带去学院报到去了。凌霜一离开书院，就往去县里坐车的方向走去。他得去镇上的牙行找个回来做饭的阿姨过来。往后他就算有事回来的晚了，家里也有人给他们几个小的做饭。哟，这是哪家的小姐呀？长得这么标致。凌霜抬头一看，一位扭腰摆臀的妇人迎面走来。这究竟是青楼还是牙行呀？青阳县什么时候有了这等绝色美女了？姑娘有需要就跟我来，我这里呀，好东西多着呢。你前面带路吧，我先看看人。好嘞，姑娘请。姑娘，我这里的人不二价，不论男女，每人20两，你自己选吧。凌霜的目光在人群中扫射，从中寻找着自己需要的人。当他的目光掠过一个少年时，人不禁惊叹：他的眼睛可真美。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那你有什么本事？我吃饭吃得多，力气大。吃饭吃得多，这是什么回答？那你愿意跟我走吗？我愿意。凌霜又看向旁边2人，你们俩呢？愿意跟我走吗？愿意，姑娘，我们愿意。就你们3个了。接着，凌霜又选了一个年纪不大、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回家做饭用。姑娘，这4个人就得80两呢，你钱带够了吗？宋二娘放心，不会少了你分毫的。说完，凌霜就把钱给付了。我还得去买个宅子，让他们暂时住进去，也方便我往后来县里做事。嘿嘿，还好上次去现代空间里拿了不少银两，不然钱可真不够。宋二娘，我先出去逛逛，顺便找个地方安顿他们。你给他们找个地方洗个澡，回头我过来接人。好嘞，姑娘。凌霜话一说完，就转身往卖宅子的地方走去。姑娘，可是来看宅子的？男人看到凌霜时，眼里闪过惊喜。如此有气质的人，绝对是买得起他家的宅子的。没错，听闻这里口碑不错，特意过来看看。嗨，还真是巧了。姑娘，这位大兄弟要卖了宅子去投奔亲戚，可惜没碰上合适的买家，要不您去瞧瞧？是啊，姑娘，我家宅子保存得很好，你看了肯定会喜欢的。那多少钱卖？可别我看了你又给我涨价。不多不多，一共1200两。男人眼神闪了闪。姑娘，我家宅子大，位置也好，您去了就知道了。好，那就去看看吧。